么厚，你看这么厚一本豹纹浴巾。那我觉得浴袍可以考虑看看，也是一个，就是有一个那种法式小公主的感觉。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周我们终于要来聊4月疗愈清单啦！不知不觉这个单元已经做了3个月，第3个月吗？对，第3个月。然后连续前面2个月，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的。我发现我要补一下口红。总之呢，感谢大家的喜欢跟留言，所以我们现在有第3集。干嘛吵架？我猫刚刚在打架，怎样？干嘛？有话好好说。好，然后总之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讲4月疗愈清单，因为播出的时候应该是5月的第2周，然后希望这些东西还没卖完，如果是就是跟买的物品相关的话，好，然后我4月呢跟3月差别蛮多的，因为我发现我3月是很创作，然后很那种行动力、很执行力满满的一个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做了很多行程规划啊，然后或者是分享一些工具书啊，然后或者是那种比较实用方法类型的那种清单推荐。总之我觉得我3月过的是那种会有一点累，然后但是很充实，然后有规划的一个月份。然后4月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心情就改变了，可能因为春天吧，或是之类的，因为春天的来临，然后整个心情就一个大改变，就是我不想照表操课了，然后我不想看工具书了，我不想认真了，我想耍废，然后或是什么之类的，想要舒服的过。所以这个月的清单应该也跟上个月会差蛮多的。没关系啊，希望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人生嘛，不一定每个月都一定要很有行动力啊，或者是一定要产能很高啊什么的，我们就还是要多休息。所以就是这个月就是来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休息的时候都用了一些什么东西。首先呢，终于可以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月推荐的，因为我是5月初的时候，我的婚期是定在5月初，然后所以我们最近就在选婚礼歌单，然后我有一些那个实况直播的精华有在聊婚礼歌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最后是真的有选很认真的，不是那种满满动漫歌的那种，因为毕竟婚礼还是有长辈要参加，所以我们后来还是选了很多比较认真的歌。然后有个歌单我就是一直都有一个歌手，我一直都非常的想要推荐给你们，因为他的歌非常好听，他就磊贝。然后就是这个歌手呢很酷，他是中冰混血，冰岛跟中国，应该是中国吧，因为他写中冰混血。然后他的曲风呢就是有一点那种爵士，但是呢我又去翻了，因为其实听起来又不那么爵士，因为有的时候爵士大家听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很萨克斯风啊，然后或者什么之类的，但它其实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很优雅清新的法式感，所以我就后来又去维基查了一下他的音乐的分类，他说他自己是现代爵士曲风，我自己觉得蛮像的，然后还有非常多首歌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好听到就是里面他其中一首歌我直接放在新娘进场就我就说新娘进场一定要用这首歌，因为他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歌手，而且好像有得到那个2024年的格莱美奖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如果要听的话呢，可以先听他一个他在有一场表演，然后他是在洛杉矶，然后他跟爱乐，没错，就是那个爱乐，就是交响乐，好像是交响乐团嘛之类的，然后合作演出，然后办了一场 live 这样，然后光是那一场演出就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网络上都有那一整个表演的曲目，然后就是 live 现场收音版，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听一下，推荐给你们，真的超级好听。但我看一下那首里面有没有我的新娘进场曲，有新娘进场曲也有收录在那一张专辑里面，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想要听听看，然后想要感受一下春天的氛围的话，我觉得累废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就是大家最近可以听一下，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就精神啊什么的就都可以放松下来。然后我刚刚忘记讲我头上这个，因为就是我婚期定在5月初嘛，然后现在还没有到，但是快到了，所以我就是还是没有办法整理我的头发，然后我刘海现在有点过长，然后现在也有点严重布丁头的状态，所以就今天就是会用这个发卷。但反正因为我们今天的疗愈清单也都跟家居有关，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就请大家就把这个融为是我们拍摄道具的一部分。我韩国买的发卷。然后第二个呢，是我4月几乎没有看什么有用的书。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太多工具书，或者是看太多成功学的书，有的时候太多了，过了那个界限，好像就有一种太累了，然后有点压力太大了，因为好像你看了之后，你就必须要有所吸收嘛。好像如果没有吸收的话，就会觉得那我看这个东西干嘛？所以我4月几乎都没有看这类别的书籍，因为我觉得好像太多了，压力太大了。我之前推的可能都是一些，例如说练习一些呼吸法啊，然后练习放松啊，然后练习冥想啊，或者是睡前该如何就是慢下来啊，或者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你自己嘛。好笑，有的时候就是你虽然会学，但它不一定时时刻刻都有用因为时时刻刻都有用，人生还会这么多烦恼嘛。就是你就要接受，有的时候你的身体或者是你的思想，它就是会不受控制。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宗教，他们就觉得人需要修炼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大家就是在修炼这些东西，修炼自我的身形，无时无刻都在修炼，就很累啊。我又不是什么苦行僧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放松跟改变一下平常接触的娱乐类别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这个月呢都在看那种古欧洲的狗血剧，然后跟古欧洲的经典文学。是不是类别有点差太多了？经典文学像我这个月就看了《简爱》，那《简爱》呢，它就是一本非常。就是大家就觉得它是经典名著，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看文学啊，喜欢看小说的话呢，这本就是必看。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从小就是过着有一点辛苦的生活，但是她还是一直抱持着一些他的自我意志，独立的去走自己的路，然后不轻易的向外面妥协这样。然后他其实中间就是遭遇了很多困难啊，然后包括一些自我家庭的困难啊，然后跟一些爱情上的困难。然后但他就是从头到尾都还蛮坚强的，然后也很忠于自我，然后到最后终于收获了幸福的生活的故事。这样算不算暴雷？应该不算吧，那是经典名著哎。好，所以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喜欢，然后而且因为它的用字遣词啊，就不会让你觉得我在看工具书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我在看一个浪漫小说，然后它很浪漫，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用词好华丽，哇，好美，然后你就会想象，因为像我也超爱看那种欧洲的那种影集，像是什么伯杰顿家族啊、凡尔赛宫啊，什么什么一堆，就以前古欧洲时候的那种宫廷啊什么的，我超级喜欢。所以就是我在看这一些文学小说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觉，就会觉得配上脑中的这种华丽风啊，然后那种浪漫欧式庄园的这种画面，我就觉得啊，天哪，好喜欢哦，好放松。真的是跟我上个月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如果有想要放松一点的各位，我也蛮推荐你们可以稍微的换一下书籍的口味。然后因为光是看第一本就已经花了我蛮多时间的，所以就是这个月看的书就非常的少。然后第二本呢，就也是一开始呢，是我先看到 Netflix 上面有上它的电影改编版，然后电影改编版我一开始会看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两个女主角都非常非常美。我看的是《美人心机》，就是 Netflix 上面的改编电影，是2008年拍的。然后两个女主角，一个是娜塔莉波曼，然后另外一个是史嘉蕾乔韩森。总之就是两个超完美的组合。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太美了，太爽了，太爽了。然后但是就是电影就觉得，啊，天哪，好像就是因为电影嘛，所以它就是可能就比较快，然后你就给它看完了，你就觉得，可
感觉里面应该会再多一点细节啊，或者什么的。因为《美人心机》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宫廷斗争剧，就是可能就是这几个美女，然后在斗争自己在皇宫里面的地位，这样，然后就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也要找他原著来看。然后没想到，哇，这本书已经完全绝版，然后而且也比较没有电子书来源，就至少读墨没有。然后我就直接上虾皮去找了他的二手书，噔噔，这么厚，你看这么厚一本。然后我现在大概看到一半。现在是蛮紧张的，就是进入到一个很紧张的阶段，这样，所以我这个月的书呢都非常的爽，有的时候适时的看爽片真的很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疗愈小物时间，然后这一次的疗愈小物呢，真的是蛮刚好的，就是因为我前1-2个礼拜吧，然后在Trade上面有看到有人在问说，就有一个女生她想要送朋友睡衣。这样，然后因为他朋友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然后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有条有理啊，然后把自己过得很好，所以他就是觉得既然他朋友平常那么辛苦，好像可以送他一件舒服的睡衣，但是因为预算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推荐2000块以内的好睡衣，然后他可以送这份礼物给他的朋友，这样就让这个朋友就是在家里可以好好的休息。我觉得很棒女生真的很会想要怎么送东西给别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很好，然后我觉得就蛮感动的。但因为就是碍于我那个Trade的账号就是蛮多人在追踪的，平常不是很敢到处去留言，就是会怕别人觉得就是太有那个就是怎么突然有一个账号，然后这样子闯进来我的那个账号里面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回。但是我想在这里回应2000元以内的睡衣，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把睡衣的预算定在2000的话，很难找到舒适的。也对，但是真的有，而且是好看的，非常好看。所以我今天就来推荐大家我常用的居家用品，然后也有很多是我在4月的时候购入的，因为今年又开始有流行一些不同的元素，我想说就顺便一起推荐给你们。而且我在Trade上面真的很少看到有人推荐它。我买的是 Zara Home， 是不是有点意外？是不是有一点少听到别人讲 Zara Home？ 其实 Zara Home 里面有非常多品质蛮好的家居的用品，然后没有业配，真的没有业配。但是它有一个在台湾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是因为它在台湾你只能去现场买，然后它的店又不多，所以就是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很方便，因为你没有办法网购，你就没有办法网络订购嘛。可是因为刚好我就是蛮常去信义区的，所以我就是有事没事就会去那边看一下，我又不知不觉的买了非常多 Zara Home 的家居用品。那晚一点再来给大家看睡衣。那首先呢，我想要给大家看它今年的一些新品，像今年就是有流行豹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就今年韩国开始流行一些小豹纹的配件，例如说那种豹纹短裤啊，然后豹纹的小袋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我自己是觉得豹纹有的时候有一点太难以驾驭，很难就是豹纹真的是一个很难、非常具挑战的单品，就是真的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穿。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家里有一些能跟得上流行的用品就好了。你看它的豹纹浴巾是不是超可爱？这个是大型的豹纹浴巾，然后蛮大件哦，噔噔，然后材质摸起来也非常的舒服。我自己是不太会去看，买的时候不太会去看说它是什么材质还是什么，但它好像说这是天鹅绒吧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总之就是非常舒服的豹纹大浴巾，超级可爱。我先说 Zara Home 的东西真的没有很贵，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忘记这个毛巾多少钱了啦，但是等一下推荐的睡衣基本上都是2000块上下，有一些可能什么1890，然后1990，然后2490，它的价钱就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贵。然后还有这个小毛巾也是豹纹的，超级可爱。
好，睡衣呢，等一下再来穿给大家看。为了要展示睡衣给大家看，我还买了一个连身的小可爱，因为它的睡衣都是有一点那种半透明的，就直接穿的话会有点害羞。但是我今天准备好了，就是要展示给大家看。但我觉得我可以先穿给你们看它的浴袍。因为除了我们刚刚就是说的那些睡衣啊跟家居物品之外，还有浴袍这个选项，然后它的浴袍也非常好看。然后浴袍会用在什么时候呢？像我自己的话，我会是早上刚起床，然后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就会穿上浴袍，已经先穿好外出服了，然后再准备要化妆，你那个粉可能就会不小心沾在外出服上面，或者是就是你其实还没决定好要穿什么，然后你还在化妆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穿浴袍。然后像这个是我去年买的款式，就是我影片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的浴袍。等等，是不是很可爱？就是它有这种小滚边，然后它的滚边是有这种黑线的。它的带子被我弄不见了，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可以绑，就是有一个那种浴袍的感觉。它带子为什么不见了？白痴哦。然后长度的话大概到小腿这边，所以就也是很舒服。然后这是那种毛巾布材质的感觉。然后这是我去年买的，但是我记得这款还有，因为这款就是很好穿。然后因为要替换嘛，所以就是我自从买了第一件之后呢，就觉得天哪，惊为天人，我太喜欢了。于是我就是今年又去买了第二件。那有一些人就是浴袍，他穿也会是穿那种刚洗完澡，然后例如说你洗头啊什么的，然后头发很容易湿的啊，这时候你直接穿睡衣的时候，不就很容易让睡衣整个这样滴滴答答的，很不舒服。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先穿浴袍，然后因为浴袍通常都是这种毛巾材质的，所以它也会把你身上多余的一些水分吸干，然后吸干了之后，你头发吹干了之后，再就是就再把它脱掉，然后或者是换上睡衣，你的睡衣就会比较舒适，就你整个晚上就比较舒服啦，不会有那种睡衣因为被头发弄湿，或者是被身体多余水分弄湿，然后贴在身上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条纹款，然后它也有分大小，然后这是小件，很舒服吧？而且是不是就有一种在家，虽然是在家里，但是有一种给自己是我在饭店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啦。我觉得浴袍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就是如果没有习惯穿睡衣，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习惯穿大件的 T 恤就睡觉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就我以前就是比较。就会觉得干嘛换睡衣啊，好麻烦，我直接穿大件的 T 恤就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大件 T 恤类型的人，那我觉得浴袍可以考虑看看，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家居选择。我觉得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网站，不然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可能 Zara Home 的睡衣怎么可能2000块？真的。你们可以先去看它的网站，然后因为它的网站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在衣服里面，我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网页，在衣服里面，然后你选睡衣，然后它其实还有分有分睡衣，然后成衣，就是可能你早起的时候披的衣服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点进去看，然后就会发现，它真的出超多睡衣，有棉质的啊，然后有亚麻材质的啊，然后版型有非常多种。然后重点是它的版型都会有那种小欧洲风格的感觉。你知道我就是有一点喜欢那种法式元素的人，所以我就是看到他们的睡衣，我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而且我也买超多，没有超多啦，就2-3件这样。Zara Home 的睡衣，这个是我去年买的，所以这款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还是要穿，因为真的太好看了。我先穿给你们看，就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有多浪漫。噔噔，是不是很赞？这是我的麦克风。就是有一个那种法式小公主的感觉。天哪，我不要破坏这件睡衣，我把麦克风拿起来，是不是很赞？就是哇，天哪，真的太好看了！ Zara Home 的睡衣推荐给大家。你看它就是
就是它整个长度是到脚踝的哦，这样，然后很轻飘飘的这种感觉，然后材质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怎么会翠少怎么会没有人推荐 Zara Home？ 因为我不敢讲话，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推荐给大家，对不起，我在这边推荐 Zara Home 的睡衣很赞。然后我要给你们看，就是我有买晨袍，就是穿在外面的。然后它的晨袍这里啊，有一个可以绑蝴蝶结。不要让麦克风破坏我那个法式风格。你看，噔噔，就是很有那种走，就是法式风格感。然后，而且因为就有的时候，如果你只穿里面那一件，就有点太透明了嘛，就有点害羞。我现在还是有穿小可爱的哦，它的本身是很透明的哦，就是半透明的，就算你穿浅色内裤，就是可能也会透出来的那种。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拿个包裹或者什么的，就是例如说门口有外送员还是什么，太害羞了，你就可以再多穿一件是晨袍，是不是超级好看？现场有更多款式可以选择，真的是激推。这一整个风格，你就会觉得哇天啊，我待在家里也太开心了吧！我在家里我就跟一个法式公主一样啊，我是小公主，小公主的感觉。好，还有噔噔，第二件睡衣，然后这一件就是比较可爱一点，它大概只到膝盖下方，膝盖下面一点点，然后就是这种宽宽的。然后就是可爱型的这种，然后它上面呢就有一些刺绣，这一款呢就是今年的款，所以现在就是应该都还买得到。然后它这边今年真的就突然又流行，它是亚麻材质，然后上面呢就配一些刺绣，然后整个元素也是非常可爱，就有一点那种法式风格，很浪漫。重点是真的很舒服，因为它的布料都很轻薄，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哇天哪，好舒服，有穿跟没穿一样。睡衣就是要这样，睡衣就是要让你觉得有穿跟没穿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多余，因为你就觉得那你买舒服的衣服穿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特地买这个？没有，它就是一个仪式感，一个我在家里我要像公主一样，什么我在家里我要很舒服，然后我要好好的对待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它是一个仪式感。然后真的这件超级便宜，这件绝对2000以内，这件1490，各位超便宜。结束了刚刚超兴奋的睡衣环节，我自己超兴奋啊，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反正就是看完了睡衣之后呢，接下来最后一 part 也是一个换季的春夏穿搭时间，就是我这个月呢也是有买一些单品，而且重点是这些单品也是来自于 Zar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去逛街？反正我这一季就是大概跟朋友一起经过 Zara 的店面门口2次，然后每一次经过看都觉得哇天哪，这一季的单品真的很好看。因为这一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开始流行一些这种亚麻然后跟针织混搭的一些单品，然后衔接可能去年的一些雪纺啊什么的，所以今年有非常多种拼接，或者是把材质那种层层一叠一叠的材质一层一层叠起来的这种感觉，轻薄材质的层层叠叠型的穿搭这样。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这种小法式元素嘛，所以这种针织啊亚麻类我真的就超爱，所以我今年呢就也是买了很多。虽然才刚开始，就是买了一些 Zara 家的东西。因为像我自己在选单品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这种很舒适的风格的。然后因为之前像韩国有流行什么 Y2K 啊，然后或是有一些比较合身那种辣妹那种甜辣风，我自己就比较没有在跟那部分的流行。因为我自己在选衣服的时候会觉得舒适度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毕竟因为我是比较偏原生的身形，所以如果穿得太合身啊什么的，有时候那种小肉肉会跑出来，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所以我通常呢都会选就是宽松一点啊，然后舒服一点的材质为主。
所以今年的这一些 Zara 的新品，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很舒适，然后又很好看。第一个要推荐大家的就是这个法式大长圈，是又是大长圈，可是这个超可爱，因为它重点它超大一圈，然后它也是做这个蕾丝这种针织蕾丝风格，然后超可爱，然后它有这个大红色，然后跟这个米白色、杏色两个颜色给大家选。重点是因为它的那个圈超大，它的那个蕾丝的材质很大，所以绑起来呢，你前面也完全的看得到你的发饰，就会很可爱，对不对？超可爱。然后因为红色，大家夏天一定会买一些牛仔的配件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它红色就是也可以配，或者是亚麻洋装或者什么之类的，红色就可以很完美的搭起来。然后这种很大圈口的啊，就是也可以绑高的，绑高马尾也超级可爱，很 Q 啦，很赞。就我觉得夏天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明亮的颜色的配件，就是你的配件的颜色如果可以亮一点的话，就是你可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搭配法。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衣服会比较多这种米白色啊、亚麻色啊、米色啊、奶油系啊，或者是牛仔系。然后像我觉得红色就是一个很值得购入的配件，或者是你也可以穿那种法式小红鞋，就也会很适合夏日的穿搭。看白色，吊牌还没拆，是不是很好看 ？Zara 的，看一下，既然吊牌还没拆，看一下多少钱？650，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就值得，因为就是大圈口，又是这种针织蕾丝、编织蕾丝。再来呢，就是我买了2件外搭的背心，等一下也会一起穿给大家看，超级可爱，都是这种棉麻类，然后有一点小透肤。那这种里面可能就是需要再穿一个小可爱，但是你就会很有那种夏日感。然后像这种，如果你是穿去度假什么的，就也很适合半透蕾丝风，超级可爱。然后这种它就是不会露出你整个肌肤，然后也不会挤肉，但是也有一点小半透肤，然后就会有一种小性感的感觉。这是第一件，超可爱。然后我下面就配一个牛仔裤，这样子超级可爱。它就是有一个法式小田园风格，然后你看这边有这种侧边蕾丝嘛，然后因为它的侧边呢是有收腰的，它这边是有一点就是做一些那种收腰感，然后就是这样子，有点 A 字，下面有点 A 字小裙摆的感觉，所以它就是整个非常修饰，好可爱哟。然后这个第2件鹅黄色的小蕾丝上衣，然后因为它就是有一点半透肤，所以我里面有穿那个蕾丝的小可爱，是不是很好看？这个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是有袖子的，所以就如果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介意自己的那个会挤肉啊还是什么的，就这个就也可以挡住，超勾追，超级喜欢。而且就是这一次的单品都没有很贵，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衣服想要换季的话，真的蛮推荐可以去 Zara 看一下，可以逛一逛，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好了，然后我们4月疗愈清单差不多也到了一个尾声，希望大家有喜欢这个月的清单。这个月完全真的就是疗愈系，没有大家要学习什么新东西或者是吸收什么新知识，不需要，我们就是慵懒的、开心的待在家里，有仪式感的好好的宠爱自己，这就是我4月疗愈清单的主题。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下一支影片的话，我应该会是在婚礼前的大保养准备，就是可能弄头发啊，然后做指甲啊，或者什么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婚前的准备的行程。好，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帮我订阅或者是留个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